Historical Fragments 1.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小乔治用废弃的纸箱搭建了一个自己的堡垒。这不仅是一座孩童的城堡，还是他想象中的龙与勇士的战场。他在那里编织了自己的第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勇气和冒险的故事。你能想象这个小小的堡垒如何孕育了一个未来的故事大师吗？乔治的童年游戏预示着他将如何重塑奇幻文学的世界。Historical Fragments 2. 小乔治有一只宠物乌龟，他喜欢为每只乌龟命名并创造出它们各自的王国，但乌龟们总是死去，于是乔治决定它们是因为王位争夺战而死的。这个独特的幻想游戏展现了他对权力斗争故事的早期兴趣。这个看似简单的童年玩耍，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故事大师，让他成为了史诗般故事的缔造者。Historical Fragments 3. 乔治的青年时期并非平坦，有一回，为了赚取额外的收入，他在 Comic-Con 上售卖自己制作的怪兽模型。这些模型是他对奇幻世界的热爱的体现，也是他创业精神的早期证据。在那些日子里，乔治不仅卖出了怪兽，更重要的是，他卖出了梦想。他的这段经历告诉我们，即使是最奇特的爱好，也可以成为实现梦想的起点。你能想象这位未来的畅销书作家是如何在小摊位上散发着创业的火花吗？ Historical Fragments 4. 在被免除越南战争的征兵后，青年乔治用他的经历写作故事，他详尽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焦虑和希望。这些早期的草稿最终成为了他文学作品中的基石。他的故事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娱乐，更是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战争的反思。乔治的创作过程启示了青年创业者，即使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也能够通过笔尖创造出改变世界的故事。你能想象一个青年在战争的阴影下孕育出史诗般故事的勇气和才华吗？ Historical Fragments 5. 中年的乔治与一位作家朋友打了个赌，他赌他能写出一部不受传统出版模式限制的小说。后来，他沉浸在创作《冰与火之歌》的浩瀚世界中，写出了人们无法抗拒的故事。这个故事透露了什么？我们的梦想和抱负不应被现实的框架所局限。乔治 ·R···马丁的作品是不是提醒了我们，即使在中年，也能追求并实现自己的理想？ Historical Fragments 6. 当乔治 ·R···马丁笔下的龙首次在《冰与火之歌》中展翅飞翔时，他可能没想到这些神话般的生物会席卷全球。这位中年作家如何让一个遥远时代的神秘生物在现代读者心中重生？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年龄多大，创新和想象力都是打破常规的关键。你能想象乔治是怎样在他的书页中让龙飞翔，从而让全世界为之痴迷吗？ Historical Fragments 7. 老年的乔治 ·R···驰骋于他的幻想王国已久，但你知道他在现实中也有自己的城堡吗？他买下了一座电影院，将其变成了一个奇幻文学的圣地。这所电影院不仅放映电影，还是文学讲座和社区活动的举办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即使年岁已高，梦想也能够成为现实的砖石。乔治是如何将他的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融合，创造出一个每个奇幻爱好者梦寐以求的地方。 Historical Fragments 8. 乔治 ·R···马丁不仅是个故事大师，他还是个心系公益的慈善家。他创立了一个名为狼与狗的基金会，以支援各种慈善项目，尤其是关注动物福利和食品银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讲述权力和战争的作家，怎样在现实世界中展现出如此柔软的心肠？乔治的这一面是不是让我们相信，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够为世界带来积极的变化？ Historical Fragments 9. 你有没有想过一位作家如何影响世界？乔治 ·R···马丁用他的笔，不仅构建了《冰与火之歌》中的世界，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现实。他的故事让无数读者重新认识了英雄与恶龙。权力的游戏比比皆是，不仅在他的书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如此。马丁的文字描绘了复杂的人性和社会结构，引发读者们深入思考。他是怎样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织入奇幻小说中，让全球读者产生强烈共鸣？
Mark of the day. 在一个遥远的街区，有一个戴着厚重眼镜，总是沉迷于幻想故事的小男孩乔治。他的童年像他笔下的故事一样，充满了奇幻的色彩，但现实却是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金钱紧张却温馨。乔治的父母虽未能给他奢侈的生活，却提供了无尽的爱和对知识的渴望。时间如白驹过隙，乔治的青年时期是对抗和反叛的。在越南战争的阴影下，他的创作带着明显的防战情绪，这也为他后来的作品埋下了伏笔。他的笔下，英雄并非总是光辉闪耀，他们复杂，有时甚至是灰暗的。乔治的叛逆并不只是在创作上，在学校里，他也是那个总能用一句风趣的话语，让整个教室爆发出笑声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乔治逐渐变成了一个蓄着络腮胡子的中老年男子，他的眼镜框变得更厚，而他的故事世界也日渐丰富。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继续在一纸一笔间构筑在一个充满烟雾和噪音的工人阶级街区里。乔治 ·R··马丁那双戴着厚重眼镜的好奇眼睛透过窗户眺望着远处闪烁的星光。他的童年虽然没有豪宅和昂贵的玩具，却充满了书本和想象力的丰富。乔治的父母虽然无法提供物质上的富足，却给予了他最宝贵的礼物——无尽的爱与故事里的奇幻之旅。乔治的少年时光是在纸笔和角色扮演中度过的，他不仅是校园里的小说迷，更是幽默的编剧，总能用他那独特的幽默感使同学们哄堂大笑。这位青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了一个思想深邃的作家，他的笔下世界充满了复杂的角色和跌宕起伏的情节。随着年岁的增长，乔治的创作也愈发成熟，他的中年和晚年都在创作那些关于权力、背叛、爱情和生死的史诗般的故事。他那充满魅力的创作不仅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心，更是改变了现代奇幻文学的面貌。他的故事里，英雄并非总是闪耀着光芒，他们是真实的，是有缺陷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写照。乔治 ·R··马丁，一个将家庭传统和个人奋斗历程糅合在一起的作家，通过他那磅礴大气的《冰与火之歌》系列，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他让我们相信，即使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龙和魔法依旧能够唤起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潜在渴望。他的故事是关于梦想，是关于坚持，更是关于如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那一抹不灭的魔法。随着《冰与火之歌》系列小说的问世，乔治 ·R··马丁的名字像一颗耀眼的新星划过文学天际。他的作品不仅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阵奇幻文学的旋风，更迅速跨越大洋，影响到了东方，远在中国。一群热爱奇幻的读者也被他的故事深深吸引。在中国，这个时期正是经济快速增长、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在这样一个现代化浪潮汹涌的时代，乔治的故事却为无数人提供了一片逃避现实压力的避风港。乔治的世界观深刻影响了全球的文化产业，特别是他对权力斗争和人性探索的描绘，引发人们对于复杂社会关系的思考。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探讨着类似的主题：权力的腐蚀、人性的双面、荣誉与背叛。乔治的作品不仅丰富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也激发了中国作家的创作灵感。他们开始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创作，探索人性的深渊。在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乔治的故事提醒我们，不论世界如何变化，人类对于故事的渴望从未改变。即使是在信息爆炸、电子屏幕无处不在的时代，一个好的故事仍然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乔治的作品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人性的镜像，让我们在奇幻的旅途中反观自己，思考真实的生活。乔治 ·R··马丁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他的成功激励了无数追梦人，证明了即使是最狂野的幻想也有可能成为现实。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多么严苛，只要坚持梦想，努力创作，就能够影响世界。就如同他将一纸一笔间的幻想世界变成了全球共鸣的现实。乔治的故事不仅是对古老奇幻传统的现代诠释，更是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反思。他提醒我们，在科技无限发展、现实日益复杂的今日，
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依然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它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畅销书榜和电视剧收视率上，更体现在它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人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在现实生活中。Celebrity Magnifying Glass。乔治 ·R··马丁的生活中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其中之一是他对自己作品中的角色命运的看法。他曾经开玩笑说，不敢在飞机上阅读自己的书，因为他担心旁边的人可能正读到他杀掉他们最爱的角色的那一部分。这种幽默感体现了他与读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他对自己作品中惊人的情节转折的自觉。另一个有趣的是时事，马丁对于他的创作环境非常讲究，他使用一台没有连接互联网的老式 DOS 电脑来撰写他的小说，以避免现代电脑的干扰和可能的数据丢失。这部电脑上运行着一个叫做 WordStar 4.0 的文本编辑器，乔治喜爱其简单无干扰的界面，这使得他能够专注于创作。而在个人生活方面，乔治是一个资深的铁路模型爱好者，他在家中拥有一个巨大的铁路模型，这显现出他对细节的执着和对创造小世界的热爱，这与他在创造《冰与火之歌》系列世界时的态度不谋而合。乔治 ·R··马丁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使是最成功的奇幻小说家，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可能和普通人一样平实，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却能够让我们体验到超乎寻常的冒险和感情。这种对生活平凡面的珍视与对创作的无限热情，共同塑造了马丁作为作家的独特魅力。